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一起学汉语的播客系列。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请说。在很多西方国家，人们习惯把名字放在前面，姓氏放在后面，对吧？对，是的，可是在中国，我们总是先说姓，然后再说名。没错。这个看起来只是个顺序问题，但其实呢，它背后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体现。文化心理。对，中国的姓氏，它承载的是根的观念。根，树根的那个根。是的，它就像一棵大树的根，时刻提醒我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属于哪个家族。哇，根的观念，这个说法特别形象。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跟你一起来深入的聊一聊中国的姓氏，还有一本可以说是绕不开的启蒙读物《百家姓》。百家姓，百家姓，这个名字很有意思。虽然叫百家，但实际上收录了500多个姓氏。500多个，那比100个多了。是的，而且绝大部分是单姓，就是只有一个字儿的姓，少数是复姓。很多中国小时候可能都背过它的开头。我知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就是这一句。说到这个开头，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是赵钱孙李？这个赵排的第一，是因为当时姓赵的人最多吗？问到点子上了，这跟现在中国姓氏的人口排名确实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直接说明了百家姓的本质。它不是一份人口普查报告，那它是什么？它更像一张宋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图。政治格局图。对，赵所以占第一，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是宋朝，当时的皇帝姓赵，叫赵匡胤。我明白了，这是皇权至上的体现。完全正确，这是对当权者的一种尊崇。原来是这样。那钱孙李这几个跟在后面的，他们也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含义吗？当然有，这正是百家姓最有意思的地方。排第2的钱是当时江浙那一块一个非常有钱的国家，叫吴越国，他国王的姓钱，所以国家有钱，这个有意思。哈哈，可以这么记。然后第3的孙是吴越国国王正妻的姓，皇帝、国王、王后。没错。第4的李是当时控制江南地区的南唐后主的姓。你看，就这短短4个字，就把当时最重要的几个政权给画出来了。是的，它是一个精心编码的政治宣言，而不是一个随机的列表。这下就完全说得通了。那么，我们就沿着这条历史线索，今天一起来解码这些姓氏背后的文化密码。好啊，从姓和氏最古老的区别开始，再讲几个著名大姓的传奇故事，最后再看看这些古老的符号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新变化。好的，那么我们就从源头说起吧。我们现在总是说姓氏，把这2个字连在一起用。对，姓氏。但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尤其是在秦朝以前，姓和氏其实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2个概念，那具体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先从汉字本身找线索。姓这个字，你仔细看它的左边，是一个女字旁。对了，这就说明它诞生在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在那个时代，孩子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不一定知道父亲是谁，所以血缘是跟着母亲走的。姓是用来别婚姻的，就是说同一个姓的人代表有共同的女性祖先，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姓代表的是最根本的血缘关系。那氏呢？它又是什么角色？氏的出现要晚一些，到了父系社会才产生。当一个大的部族人越来越多，它的分支就会散落到各地去。为了区分这些不同的分支，氏就诞生了。它更像一个社会或者地理标签。标签？是的。比方说，国王的某个儿子被分封到一块叫陈的土地上，那他的后代就以陈为氏。明白了。所以氏是用来明贵贱的，代表的是社会地位和家族分支。我大概懂了。姓是关于血缘的，比较稳定；氏呢是关于封地或者官职的，代表社会地位，可能会变。理解得非常准确。那这2个概念后来为什么又合并成我们今天说的姓氏了呢？这背后其实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化。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他废除了过去贵族分封的制度，推行郡县制，这就打破了旧的贵族体系。啊哈，以前士所代表的那些封地啊、官职啊，一下子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也被打破了。所以姓和氏的界限就自然而然地模糊了。对，最终在汉代就彻底合而为一，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姓氏。这么说来，姓氏的统一其实是中国从一个贵族封建社会走向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一个社会变化的产物。完全可以这么说，这背后的历史信息量太大了。的确，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成千上万的姓氏，最初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对，来源肯定五花八门啊。但主要可以分成4大类。最常见的一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用国家或者封地的名字做姓，比如周、武、郑、陈这些。没错儿，这些都曾经是古代诸侯国的名字。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以官职为姓，比如说司马。司马。对，司马在周朝是掌管军事的大官，还有司徒是管土地和人口的官。这些显赫的官职后来就成了他们后代的姓氏。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姓氏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祖先的社会地位？比如姓池或者姓柳的人和姓司马的人，他们的祖先背景会不会很不一样？这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你提到的池柳就属于第3类来源了，就是以居住地的景物或者方位为姓。比如住在城东门附近的，可能就姓东郭；家门口有棵柳树的，可能就姓柳。对，从起源上看，以官职为姓的祖先的社会地位通常比较高，而以景物职业为姓的就更贴近平民。比如说姓陶的祖先是做陶器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经过几千年变迁，今天已经不能单凭姓氏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背景了。了解了这些来源，感觉每个姓氏都像一个活化石，封存着一段关于我们祖先的记忆。说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选几个最著名的姓氏，看看这些活化石里都藏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吧。好啊，我们先从李姓说起吧。李姓是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姓之一，也是唐朝皇帝的国姓。对，中国人介绍这个姓的时候，很喜欢用一种拆字法，说木字李。是的，木头的木，儿子的子。关于李姓的起源，我好像听过一个跟道家创始人老子有关的传说，特别神奇。对，就是那个传说，老子的本名叫李耳，他的出生就非常不一般。怎么不一般？据说他的母亲怀了他81年。81年？对。然后有一天，在一棵梨子树下，从左边的腋下生出了他。从腋下出生，这个细节太奇特了。在世界很多神话里，这种不寻常的出生方式，都是为了说明这个人物很神圣，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是一种典型的神格化叙事。传说他生下来头发胡子就是白的，像个老人，所以叫老子。生下来就是个老爷爷。哈哈，对，而且他一出生就能说话，指着头顶的梨子树说：“就用这个做我的姓吧。”哇哦，这个故事虽然是神话，但他把李姓的源头和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联系在了一起，给这个姓氏增添了很深的文化底蕴。没错。说完李，我们再聊聊王姓，同样用拆字法叫三横一竖王。对，这个汉字本身就充满了哲学意味。是吗？是的，汉代有个大学者叫许慎，他在《说文解字》里解释说，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天地人。而中间那一竖就是贯通这三者的人。所以王的本意就是能够通达天地人道理的统治者。这个解释真有气势。关于王姓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应该就是东晋大蜀画家王羲之的墨池了。对，这个故事流传的非常广。据说王羲之为了练好书法，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家门口的池塘里洗毛笔和砚台。时间久了，竟然把一池塘清水的颜色都给染黑了。西方文化里，
我们常常强调天才，就是那种天生的才华，但王羲之的故事好像在说，所谓圣的境界是靠后天那种近乎偏执的努力换来的。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这确实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就是强调功到自然成。功到自然成。对，不管是王羲之的墨尺，还是我们常说的铁杵磨成针，背后都是对意志力和后天努力的极度推崇。天赋固然重要，但真正能达到顶点的，永远是那些付出了超长努力的人。有道理。那我们说下一个大姓，张姓，它的拆字法是弓长张。弓箭的弓，长短的长。对，听起来就很有力量感。关于张姓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皇帝的孙子发明了弓箭，所以被赐姓张。但今天我想分享另一个更能体现中国智慧的故事。汉代开国功臣张良的倚上纳履在桥上为老人穿鞋的那个故事。对，故事说张良年轻时在桥上遇到一个老人，老人故意把鞋扔到桥下，让张良去捡回来。张良照做了，老人又伸出脚让他帮忙穿上。张良心里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恭敬地跪下为他穿好了鞋。这个要求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点无理，甚至是一种羞辱。是的，但老人却因此认定张良孺子可教，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然后呢？最终传授给他一部旷世兵法《太公兵法》。张良后来就是用这本书里的智慧，帮助刘邦建立了汉朝。这个故事表面看是讲尊敬长者，但您刚刚说它体现了中国智慧。没错，它的内核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对，通过示弱、谦卑和忍耐，也就是为老人穿鞋这个动作，来获得真正的力量和智慧，也就是那本兵法书。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佛学和个人修养里，都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哇，从一个简单的动作解读出一种深邃的生存哲学，这比单纯听一个好人有好报的故事要震撼多了。是的。说完的单姓，我们再来聊聊复姓吧，比如诸葛。诸葛这个姓，现在几乎和智慧这个词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这当然要归功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了。没错，关于他的故事太多了，最经典的就是空城计。这个我熟悉，就是司马懿带了10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但诸葛亮城里其实没什么兵力。对，情况非常危险。他就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楼上，很悠闲地弹琴。他表现得越是轻松镇定，司马懿心里就越怀疑，因为司马懿了解诸葛亮这个人一生都非常谨慎，从不冒险，所以这种反常的举动让他断定城里肯定有埋伏。完全正确。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计谋，不如说这是一场精准的心理战。心理战。诸葛亮赌的不是运气，而是他对他的对手司马懿多疑性格的深刻洞察。哇，这个策略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的精确分析上。说得太好了，这正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最高境界。他用一座空城演奏了一曲吓退千军万马的心理交响乐。从此，诸葛就成了智慧的代名词。是的。听了这么多古代的故事，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现代社会。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会好奇。在中国，女性结婚以后需要像一些国家那样改跟丈夫的姓吗？在中国大陆，答案是非常明确的，不需要。不需要。对，女性在婚后会保留自己原来的姓氏，这在法律上是受到保护的。这背后体现了就是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女性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是的，她的姓名权是她人格的一部分，不应该因为婚姻关系而改变。这确实是一个显著的文化差异。我还注意到，现代人起名字有一个很有趣的新趋势，
就是4个字的名字越来越流行了。对，4字名，这首先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太多了。像张伟、王芳这样的名字，重名的人特别多。是的，为了让孩子的名字更独特，很多父母就开始选择4个字的名字。这种4字名最常见的形式，应该就是父亲的姓 plus 母亲的姓 plus 2个字的名字。没错，比如爸爸姓陈，妈妈姓林，孩子的名字可能叫陈林启航。陈林启航，很好听。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避免重名这个实用功能。哦，还有更深的意义。对，它背后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回归和重塑。这种父姓 plus 母姓的结构，其实是在创造一种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的家族符号。现代的家族符号。是的，它平等地体现了父母双方的血脉传承，非常有意义。不过，这种创新也带来了一些意外的新的挑战，对吧？比如有些父母为了追求独特，会用一些很生僻的汉字。这确实是个问题。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孩子的名字里就有一个非常少见的字。然后呢？结果在办护照、银行卡，甚至买火车票的时候，官方的电脑系统里根本打不出这个字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哎呀，这真是现代版的名副其实的烦恼了。哈哈，没错，这就是古老文化传统和现代数字化管理系统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最初区分血缘和贵贱的符号，到承载传奇故事的文化图腾，再到今天在现代社会里寻找新的表达形式，甚至和数字技术发生碰撞。对，中国的姓氏本身就是一部流动的历史。你这个比喻很好，它就像一条河，源自远古，流经几千年的历史，每一段都留下了不同的风景。而今天，它还在向前奔流，不断吸纳新的溪流，呈现出新的面貌。听完今天的讨论，我感觉姓氏真的远不止一个符号。它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印记。那么，亲爱的听众，你的姓氏是什么呢？它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或者含义吗？在你的文化里，姓氏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很期待你在评论区里和我们分享你的见解。在结束之前，也预告一下我们下期的内容。在中国文化里，给孩子取名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有很多规则，甚至有一些禁忌的汉字。对，很有讲究。比如，为什么一般人不能用天或者龙来做名字呢？下一期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中国人的起名艺术与避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